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再来玩炫卡斗士2的这款裂空悍将。这个其实是豆芽小朋友最喜欢的一个角色了，也是炫卡斗士里边为数不多的飞机角色啊。造型来说，这个样子的科幻战机，颜色搭配很鲜艳，后边这里的喷口。 和动画片里边的还原度还是非常高的。这句话说的就反了，因为做动画的时候是先有的玩具，然后再复刻到动画片里边，所以这里边也就不存在什么还原度了。样子来说非常的漂亮，前方的小压翼这里可以活动。裂空悍将眼睛下边会有一个像是泪痕一样的多出来的刻画。 这个倒是在机型的时候，眼睛也还原了出来。驾驶舱一个透明的盖子，下方的起落架小的真实滚轮，后方的滚轮在膝盖上，所以也可以推机。泥板4战神之一裂空悍将，当时没有被封装的时候还是挺傲娇的，但是后来嘛，就是一个温柔的大姐姐了。底盘来看，其实暴露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那我们也开始来变形，先把水平尾翼折过去，脚尖立起来。后边这里和腿后方有2个插扣，把这里打开。腿部中间的扣子再解锁，齿轮关节就可以把腿部拉出来，拉到底有锁定的扣点。挂的这个导弹舱折叠180度，把拳头露出来。 顺着这个地方有一个无损的咬扣，把它打开，转一下，起落架收起来，就可以尾一个 G 形态出来。是这种可变形的飞机，大部分都能做出来 G 形态啊，也是作为一个超时空要塞老粉的双出狂喜。但是腿部还有点别扭，就顺着这里转一下。 可以往前折，这个样子8字脚打开，效果就好多了。但是这样就站不住了。回归到它正常的样子，我们继续变形。这一块的垂直尾翼转横，其实也算是 Macross 系列的一个彩蛋啊。后边有一个盖子，把这里双关节遮过来，盖住这个驾驶舱。是不是有 VF1系的那个感觉了？前方的鼻尖折叠收过去。 后方这里起落架收好以后，会有一个无损的咬扣，把它这里锁上，然后把这儿掰开，向下折叠的同时，根部这里的是一个双关节的轴，同时往出顶脑袋，再往上提，收进去，锁到里边有卡扣固定插住，接着拔开机翼下方这里的一个插扣，肩膀的位置双关节往上提，里边有齿轮。 跟前方机头这里再进行锁定，2次的加固，再把胳膊放下来。肩膀这里的造型呢，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调整啊。现在当一个滑翔翼也不错，但正常的变形是把它90度提起来，再打开卡扣。 把翅膀折下来，这样摆在肩部就有那种类流苏披风的造型啊。根部还有活动的转轴，也可以把它折到前方当盾牌使。最后一步，屁股后方这里双段关节提起来，结合背包。作为炫卡斗士里边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裂空悍将的这个变形还是可以的。但是整体的一个身材比例来看的话，感觉腿部怎么有点短的样子？能不能把它再拉长一点点？ 极限了，因为膝盖的关节已经折出来了。要是滑道伸缩再加长这么一格，腿长一点就更好看了。这款做的最棒的，我觉得是头雕啊，样子来说非常的漂亮，而且眼睛这一块的细小刻线也确实把那个泪点的那种感觉也都刻画了出来，像是围了一个兜帽，或者说齐边蘑菇头吧。 毕竟是个妹子嘛，胸甲这一块的花纹涂装细节也挺漂亮的，关节处理该有的一些可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唯一就是这一款变形需要这块没有转腰，腿部的活动没有问题，脚没有接地也是一个伪斜坡。炫卡斗士系列同样2个可变形飞机的角色，同样都是妹子的造型，但也是同样的问题，这2款都做小了。还好的是国语版的动画片里边，裂空悍将并没有用男人来配音，
银翼骑士就惨了，所以就导致了最后看剧情的时候，银翼骑士就会莫名的很奇怪，咋想的？为什么会想着用男人给他配音呢？你也不看看后续的动画剧情发展。所以说只有2种可能，第一是国语版翻译的时候就是拍一集翻一集，前后这些没有系统化的规划。我们往好了想，可能是译制组不严谨、偷懒，没有结合前后的剧情，随便找了一个男人给他来配音。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造型女性的特征没有那么的明显，导致了国语版本更想把它塑造成一个男性的骑士。但如果往阴谋论考虑，扣一个大帽子的话，他把后续剧情中正常的男女感情变成了男同暧昧，这是不是在一个子共享动画片里边埋下的一个大雷，从而在孩子们幼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性别认知产生误差，对他们的取向开始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看看如今美国的当下，特朗普一直在往回掰的是什么？掰的就是现在当下这波美国年轻人的取向问题。所以这也是话头扯远了，我觉得啊，就是老在说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文宣工作，不管说是我们国内出品的这些 ACG 作品了，包括我们小学的课本读物，还有国外引进的这些译制片，我觉得韩版原版是没有问题的，人韩版就是找了一个女性来配音，但是国内为什么要改成男性，这一点是让我非常不理解的。这些做教育也好，文宣也好，相关内容的人员，我觉得真应该好好的整顿一下了，这其中埋了太多的雷。读教材每一年都在发现，包括一个小孩子看的机甲动画片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管是不是故意的，我觉得都不应该。扯淡扯远了，我们来继续炫卡升级。这个就偏向于概念中的普通炫卡了。真的是个卡片。这一回呢，它的炫卡升级是2把武器，我们把它折开，这个也是打开。注意倒角的双关节位置。安装的时候，先把这个桩子插到拳头里边，上方凹槽的造型固定。折回来的时候，后边这里有一个无损的咬扣，咬住，跟这里的弧线再次固定。虽然这个武器上边写着左右啊，但是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同模的，左右同模，所以呢，两边放左右哪儿都无所谓。因为都会露着一边的螺丝孔，这样的话就更明显了。这霹雳火影做的太夸张了，泥版四天王其他3个的身高配比还是可以的，就是霹雳火影这个做的太变态了，我觉得最多也就做这么高就行了。再加上小到离谱的银翼骑士，所以呢，炫卡都是这条玩具线，基本上不存在什么比例概念。但是动画片里边对于这些角色的塑造，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成功的，玩具的素质也相当可以。裂空悍将对于现在来说也是一个老玩具了，我个人是翻回去追的。据听说现在也出来了 KO 的版本，也是比原版的展高要小1号的，就更不存在配什么比例。翻回来说，如果配一个盗版的小1号的这一款霹雳火影，反而这个比例会更加的合适。那么这一集咱们就玩到这儿吧。